那是这一刻，先前还满脸杀气的黎明公子也是面容呆滞，愣在了那里。下一刻，在其雷芒涌动、金光四溢，并且杀气腾腾的眼中，涌现出了极度的震惊。神文，你修炼了神罚玄功，怎么会这样？这种东西竟然真的存在世上！黎明公子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声音。相比于孔斗、墨渊等人的无知，这黎明公子显然是知道神罚玄功的。但是也正因为知道神罚玄功，他才会如此的震惊，如此的难以置信。在他的听闻之中，那神罚玄功就是传说，可是现在那传说之物就这样摆在了他的面前，这让他如何能不震惊？而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楚风竟然修炼了这传说中的自罚玄功，并且看这个样子，明显已经修炼成功了，这让向来自负的他难以接受，看来是真的了。然而在震惊与不甘的同时，黎明公子却也感觉到了自己那自丹田深处那源自于血脉之中的感觉，那竟然是一种畏惧的感觉。修炼了天罚玄功，凝聚了天级雷纹的他，竟然发自灵魂深处，自打骨子里的对楚风产生了畏惧。他越发的确定，楚风所修炼的就是神罚玄功，因为能够让修炼了天罚玄功的他畏惧的，也只有那传说中的神罚玄功了。可就算如此，你也休想胜我！然而就在这时，黎明公子却是再度大喝一声，随后只见黎明公子手臂一扬，便将手中的2把祖兵给扔了出去。见此一幕，楚风也是目光一动，有些不明白黎明公子这是要为何丢弃祖兵，他的战力只会下降。可是看他的架势，显然是要继续与楚风死战才是。既然是要死战，为何有要在这种时刻丢弃自己的祖兵，减少自己的战力呢？然而就在下一刻，楚风终于明白为何黎明公子要丢弃自己的2件祖兵了。此一刻，在黎明公子的手上出现了一把宝剑，这是一把粉色的长剑，由粉色的宝石打造而成，非常的精致美。这把宝剑非常的美，若要说它是一把兵器，更不如说它是一件大师级别的艺术品。可是就是这把长度只有3尺的宝剑出现之后，不仅楚风不敢再轻视黎明公子，就连原本在看好戏的女王大人也是猛然站起身来，在其眼眸之中涌现出了凝重之色。因为眼下那把粉色宝剑所散发的气息非常的强大，那不是一把寻常的兵器，那种君临天下，连楚风手中的疾风之人与炎龙大剑都为之战栗的感觉，让楚风知道眼下黎明公子手中的兵器应该是一件仙兵。仙兵，这个丫头竟然拥有仙兵，可就算是拥有仙兵，以她的修为能够掌握吗？此刻女王大人也是一脸的意外，当然她也很不确定，毕竟五祖再强却也不如真仙，而仙兵那应该是连寻常的真仙也难以驾驭的兵器吧。先不说仙兵有多珍贵，就说他难以驾驭这一点就是无法逾越的。就算这黎明公子拥有一件仙兵，可是他又怎么能够驾驭得了这把仙兵呢？然而就在楚风与女王大人都想不通这一点的时候，黎明公子的左手掌心之中突然出现了一粒红色的丹药，他将那丹药直接丢入了口中。黎明，停下！见状，楚风则是赶忙开口，你我本无深仇大恨，根本没必要做到这一步。楚风呼道，黎明公子送入口中的那颗丹药绝非寻常的丹药，那颗丹药用该可以给予他驾驭仙兵的力量，可是这种丹药绝对比寻常的禁药厉害，如此厉害的丹药定然也会有反噬的效果。在楚风看来，黎明公子根本没必要为了对付他而使用这种伤害自己的手段，我必须杀你。然而黎明公子心意已决，他直接将那颗丹药吞服进了口中。当那丹药入口之后，黎明公子的身体竟然散发出红色的光芒，就连他的肌肤也是变成了红色。此刻他并没有散发出多么强大的战力，但是他的体内却涌动着一股奇异的力量。很快的，楚风便看到黎明公子身上的红光竟然顺着他的手臂蔓延到了那把仙兵之上。下一刻，那仙兵便绽放出了极为强大的力量，那力量太恐怖了，准确来说是那把仙兵太恐怖了，一层又一层的能量正自那仙兵之中散发而出，横扫天际。这一刻，那仙兵还未动，楚风以及他身前的远古战斧便被那股强大的威压吹得连连倒退。这便是仙兵好强的力量，楚风感叹连连，因为他能够感觉到，虽然凭借特殊丹药的力量，黎明公子已经能够催动着仙兵，但是楚风却能够感觉到，这黎明公子其实还并未真正的催动着仙兵的力量，可是只是一部分力量已是如此，若是能够彻底催动着仙兵的话，那等力量会是何等强大，这完全可以想象。楚风，不妙啊，这仙兵的力量已经无限的逼近了真仙境了。此刻女王大人也是变得紧张起来，她本来以为楚风只要动用神文就能够战胜这黎明公子，却没有想到黎明公子竟然这样凶残，掌握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丝毫不比楚风差。他成功的修炼了天罚玄功也就算了，竟然还拿着仙兵。要知道与楚风交手的那些真仙可也都只是拿着祖兵而已啊。由此可以看出仙兵的价值是多么的高，又是多么的珍贵，可以说在这百炼凡界都是少之又少，至少连孔氏天族的族长都没有仙兵，而只能使用祖兵，所以只是这一把仙兵便说明了黎明公子身份的特殊，他绝非等闲之辈。但最重要的是，这黎明公子竟然还能够催动仙兵。眼下楚风要么催动远古战剑，要么使用邪神剑，可无论哪一样都会遭到反噬，这一战已是得不偿失。楚风，你受死吧！就在此刻，黎明公子手持仙兵猛刺而来，此剑一出，何止是风起云涌，更是蕴含天崩地裂之势。只是这一剑就仿佛可以定夺楚风的生死。然而就在黎明公子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之际，楚风却是突然闭上了眼睛。旁人若是见到这一幕，定然觉得楚风是放弃了抵抗，做好了受死的准备，但他们却不知道，当楚风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在他的体内，在他的灵魂深处，却有一双无形的眼睛猛然睁开。
一股强大的远古力量也是随之觉醒。这股力量狂放霸道，仿佛无物可敌。而眼下，这股力量正以一把巨剑的形态，就要自楚风的体内爆发开来。粉红色的光芒染红了半边天空，并且正在以胜过雷霆数倍不止的速度向楚风的方向压迫而来。这粉色的光芒威力极强，所过之处，虚空都被震出了道道裂痕。倒不是说这粉色光芒的力量不足以将这虚空震成粉碎，真相恰恰相反，这粉色的力量可以轻而易举的就将所到之处的虚空震成粉碎。这是真正的毁天灭地的力量，连虚空都要粉碎，大地也要随之塌陷。而眼下之所以还没有发生那毁天灭地的一幕，而是因为这粉色的光芒太快了，快到超乎想象。也就是楚风换作是不如他的修武者，怕是连反应都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那粉红色的光芒抹杀。而当寻常之人能够看到这粉色光芒的时候，便虚空尽碎，天崩地裂，毁天灭地之威降临之时。至于这粉色的光芒，可并非是什么天灾人祸，而是一道剑气，一道由仙兵所发出的剑气。眼下这道仙兵所发出的剑气正在向楚风压迫而来，莫说被他击中，只要是被他靠近10米之内，楚风也将魂飞魄散，必死无疑。可是就是如此危机时刻，楚风的双眼却在紧闭。见楚风如此，黎明公子并未高兴，反而眼中闪过一抹不安。这一次可以算是他与楚风真正的交手，而交手到现在，他也是被楚风逼的，不得不连续使用出王牌手段。所以事到如今，楚风的强悍已然超出了他的预料，甚至他已经使用出了仙兵。而仙兵这种东西如此厉害，本该胜局已定，但是当他看到楚风面对他这仙兵的攻势，居然闭上了眼睛的时候，他却隐隐的觉得楚风还有手段，一个可以应付他仙兵的手段。莫非这家伙真的掌握着可以斩杀真仙的魔兵？黎明公子心中不由想起了关于楚风掌握着魔兵的事情。而就在此时，楚风那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也是自楚风的体内爆炸开来。下一刻，楚风的身体便散发出了耀眼的金芒，那金芒太盛，竟然有着盖过粉色剑气的气势。此刻的楚风就如同是一个太阳一般，绚丽夺目。而这一刻，黎明却是能够清晰的看见一把长达100米的金色巨剑出现在了楚风的正前方。这把金色巨剑从质感上来看，与楚风那远古战斧非常的相像，只不过它的体积却比楚风先前所使用的远古战斧小了不少。虽然体积比远古战斧小了不少，但是那股气势却比远古战斧强大了几倍。猛然一声巨响传来，粉色光芒在天际四散，刹那间天崩地裂，虚空尽毁。在这妖灭窟的深处，便唯有那金色的光芒以及妖灭窟散发的碧绿之色相互辉映。在那金色巨剑的面前，黎明轰然而至的仙兵剑气竟然也是被震得消散开来。又是秘技！黎明公子眉头紧皱起来，他本以为楚风将要使用的会是那传说中的魔兵，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楚风使用的又是一种秘技。可是秘技怎么会强大到这种地步，竟然让楚风的战力无限的逼近了真仙，可以抵抗他的仙兵？这又是远古战族的传承吗？黎明公子问道。聪明，这的确也是远古战族的传承，此秘技名为远古战剑。楚风说道。你与远古战族到底是何关系？黎明公子问道。他其实很不甘心楚风掌握的手段竟然强过于他这么多。他是一个很自负的人，同辈之中少有敌手，同等修为之下更是几乎无人能与他一战。可是今日楚风却让他受挫了，因为楚风的实力在他之上。就如同楚风所说，黎明公子能与楚风周旋这么久，那是因为黎明公子的修为比楚风高出一品。若是二人修为相同，怕是黎明公子早就败下阵来，不可能与楚风周旋这么久。正因为楚风的强悍，让他很想知道楚风到底是何来头。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天族的，来自哪个上界？你只要告诉我我想知道的，那么我便告诉你，我与远古战族到底是何关系？楚风笑眯眯地问道。黎明好奇楚风的身份，其实楚风也好奇黎明公子的身份。天罚玄功，强大的秘技，包括手中的仙兵，以及那能够催动仙兵的特殊丹药，这种种迹象都让楚风觉得黎明公子绝非是百炼凡界的人，他应该也是来自上界才对。你根本不用说，因为我对将死之人的话其实也并不感兴趣。忽然之间，黎明公子手中的仙兵连续不断地向楚风刺了过来。这一次与先前不同了，这一次无数道剑气同时刺来，那威力竟然也变得强横了不少。那便一决高下吧。眼见着黎明公子出手，楚风而已是不甘示弱，意念一动，那长达100米的远古战剑便如同一只所向披靡、战意昂然的战船一般，向那漫天的剑气冲了过去。一方是耀眼的粉光，一方是刺眼的金芒，两者相互碰撞，掀起了道道强横的涟漪。涟漪席卷，狂风阵阵。哪怕楚风与黎明公子身为这剑气与秘技的催动着，可竟然也被那涟漪余波给吹得连连后退。仙兵果然厉害，哪怕是我这远古战剑，也只能与他战成平手吗？此刻楚风内心已经有了答案，虽然他与黎明公子一样，战力已经无限的逼近了真仙境，可是却依然只是逼近，而没有达到真仙境。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族所能达到的战力极限，而这样的战力极限也是相对等的水平，就算继续比拼下去，也只是会以平局收手，除非其中有一方支撑不住，而只要是谁先支撑不住，那么谁就是输了。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体能以及毅力，究竟谁强谁弱，将在此处分下胜负。然而就在此时，楚风却是神色一变，随后赶忙停止了对那远古战剑的催动，因为他发现黎明公子的剑气越来越弱，若继续催动远古战剑，将会伤到黎明公子。而就在楚风收手的时候，黎明公子一大口鲜血喷洒了出来，并且当那口鲜血喷洒的同时，黎明公子也是双腿一软，
随后半跪在了虚空之上，是靠着那把仙兵支撑虚空，才勉强稳住了身形。这一刻，黎明公子手中的仙兵，虽然仙兵的气息依然健在，可却失去了先前那种狂放霸道、无可匹敌的威势。那仙兵的力量已经停了下来，黎明公子无法再继续催动仙兵了。而此刻，黎明公子的脸色更是惨败如纸，就如同死人一般，非常的吓人。甚至此刻，他整个人都仿佛瘦了2圈，原本饱满的肌肤竟然皮包骨一般。先前那口鲜血，仿佛不只是鲜血，更是吐出了他的元气，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楚风知道，真正对黎明公子造成伤害的，并非是先前的那一口鲜血，而是他强行催动仙兵的代价。这场战斗胜负已分，最终还是楚风胜了。此刻，楚风也是收起了远古战剑，并且盘坐在了半空之上，闭上了双眼，并且楚风还将10颗丹药吞服腹中，运用结界之力覆盖全身。楚风知道，此刻的黎明公子已经没有力气再向他攻击，可是哪怕只是这短暂的功夫，楚风却也因为催动远古战剑而造成了极大的负荷。他必须用眼下能用的所有手段来延缓那种反噬。可是尽管如此，楚风的脸色也是很快苍白起来，气息也是变得飘忽不定，很是虚弱。想不到这远古战剑的反噬竟然这么严重。此刻，楚风心中忍不住感慨起来，幸亏是交手时间短，否则的话，怕是楚风所遭受的反噬定然会更加严重。就算像黎明公子那般丧失战力，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最重要的是，远古战剑的力量，楚风只是展出了一小部分，这从远古战剑只有100米的体积就看得出来。当初远古战剑自远古战族出现的时候，可是长达1000米有余。就在楚风专心疗伤之时，黎明公子身子一软，竟自半空之上摔落而下，他居然连稳住身形的力气都没有了。见状，楚风则是赶忙睁开双眼，手指向前一探，一道结界之力便自楚风的手指飞掠而出。那结界之力速度极快，黎明公子摔落不过10米的高度，那结界之力已是来到黎明公子的身下，化作一道金色的云朵，将黎明公子给拖住了。与此同时，楚风也是凭借威压，将黎明公子丢出去的2把祖兵给送到了那云朵之上，落在了黎明公子的身旁。楚风对黎明公子没有敌意，所以哪怕这场战斗是楚风取胜，可楚风却也不想难为黎明公子。这算什么？羞辱吗？可是黎明公子显然没有领情，他用那虚弱的声音质问起了楚风。在他看来，楚风此举更像是对他的一种羞辱。这丫头真是不知好歹，楚风必须给予他一些教训才行，否则他永远也不会将你放在眼中。女王大人愤愤不平地说道：教训？要怎么教训？我亲爱的蛋蛋，你的鬼点子最多，不如你个，我出个主意。楚风笑眯眯地问道：反正他现在已是手无缚鸡之力，你不如将他那个，让他成为你的女人，说不定以后他就会对你百依百顺呢。女王大人一脸坏笑地说道：这丫头姿色不错，若是那样我也不亏。楚风一脸坏笑，但却有些迟疑地说道：只不过我与他并无深仇大恨，若是那样的话，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这种不讲理的丫头就该这么惩治他，否则他永远都是不知天高地厚。女王大人说道：还是我家蛋蛋说的有道理，既然如此，那就按照你这么说的办。此刻楚风也不管身上的反噬之苦，不再继续疗伤，反而缓缓站起身来，嘴角扬起了一抹坏笑，不仅坏笑挂在脸上，此刻就连楚风看向黎明公子的目光都变了。你要做什么？看着楚风嘴角的坏笑，黎明公子目光一变，他慌了。倒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他从楚风的目光中看出了最让他所害怕的东西。楚风可以打他，甚至可以杀他，他都不会眨一下眼。可是若是楚风对他做了那种事，他绝对不能接受。至于楚风，当然不会那么无耻，趁机对黎明做那种事。况且抛开道德不谈，黎明公子也不是楚风所喜欢的类型。楚风这样做只是想吓唬吓唬黎明公子，不知道为何他就是觉得黎明公子很有趣，调侃黎明也能给他带来乐趣。什么人？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忽然大喝一声。与此同时，楚风那原本坏坏的目光忽然变得无比凌厉起来。在楚风那等目光的注视下，就连这片天地的空气也是瞬间变得冰冷无比，比寒冬还要刺骨。不要怕，自己人。而此刻，在楚风所注视的方向，虚空一阵蠕动，随后足足几十道身影也是自其中走了出来。看到这些人，楚风也是神色一动。这些人长得根本就不像是人，他们虽然有着人类的体型，可是却比寻常人要高上至少1倍不止。虽然他们穿着相同的红色盔甲，可从他们露出的肌肤上，楚风还是能够看到，在他们的肌肤上布满了红色的鳞片，那鳞片如血一般，甚是刺眼，并且他们的眼睛乃是碧绿之色。如果说他们是人的话，更不如说他们像是一群妖兽。只是这样的妖兽，楚风从未见过。最重要的是，这几十个人的气息，个个都是5祖巅峰，并且楚风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战力竟然与楚风一样，乃是逆战4品。现身之后，为首的一位不由得趴起了手掌，并且对楚风露出了一抹和善的笑意。这位兄台，不得不说，你的身手真是不错，居然能将这个小子制服，在下深感佩服。虽然对方夸赞于楚风，可楚风对他们却依然充满了警惕，问道：你们究竟是何人？我们乃是者妖灭窟的主人，血灵妖族。为首那位说道：血灵妖族。楚风微微一愣，来到百炼凡界这么久，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血灵妖族。从你的反应中，我可以看出来，你并不知道我们。不过也不怪你，我血灵妖族隐居在这妖灭窟内，与世无争，你不知道我们也很正常。总之，你不用担心，我们乃是朋友，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血灵妖族的那位说道。可是话到此处，他却忽然将充满怒意的目光投向了黎明公子，喝道：
把这家伙给我抓起来！”此话一出，其身后的那几十位便身形一动，向黎明公子飞掠而去。然而就在此时，一道火龙忽然飞掠而出，横扫虚空，将那些人与黎明公子给隔绝了起来。兄台，你这是何意？血灵妖族之人将惊讶的目光投向了楚风，因为那条火龙乃是楚风使用炎龙大剑所劈斩而出。我不管你们与他有何仇怨，但是你们今日休想将他带走。楚风说道。听得此话，那血灵妖族之人顿时一愣，莫说他们，就连黎明公子的小脸也是为之一变，在其眼中涌现出不解之色。他无法理解，他先前可是真的要杀楚风，可是楚风为何还要帮他？莫非楚风是真的想对他行不轨之事，要亲自折磨他？兄台，咱们可是朋友，而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你为何要帮他？血灵妖族的那位问道。谁告诉你我与他是敌人的？楚风问道。那位以及血灵妖族的其他人都是倍感无语。先前楚风与黎明公子的血战，他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连那种手段都用了出来，可谓是以命相搏。可是现在楚风居然说他与黎明公子不是敌人，这自然让他们无法理解。兄台，你有所不知，这小子偷2位血灵妖族的东西，我们必须将他带回去，由族长大人惩罚于他。若是兄台质疑要保他，我劝你还是三思，因为你这样做可就是要与我血灵妖族为敌了。血灵妖族的那位说道。然而此刻楚风的脸色却是阴沉下来，毫不客气地说道。我说了，我不管你们与他有很恩怨，但是今日你们休想将他带走。兄台，我看你还没有搞清楚眼下的情况。我虽然不知道你与这个小子到底是何关系，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现在这妖灭窟的入口已经被封锁，并且这件事情我血灵妖族的族长已经知道。你若是现在将这个小子交出来，我血灵妖族还会感恩于你，奉你为上宾对待。可你若是执迷不悟，非要护着这个小子的话，那我血灵妖族将你当成这个小子的同谋，把你一起抓回去。血灵妖族为首的那位说道。而就在此刻，楚风眼中的雷霆，身上的雷芒，以及额头之上那个刻写着神字的雷纹，则是越发的闪耀起来。下一刻，那漫天的雷芒几乎布满了这片天地，雷蛇涌动，威压四起。此刻仿佛这片天地根本不是什么血灵妖族的地盘，楚风才是此处真正的主宰者。看来我的意思还不够明确，既然如此，那我就再传达的明白一点，你们几个立刻给我滚，否则休怪我不客气。楚风一字一句的说道，眼中的目光更是比先前还要凌厉了数倍。好，很好。此刻血灵妖族的人也能够感受到楚风的威压有多强横。虽然他们都是9品5祖的修为，皆是5祖巅峰，可是他们却深深的知道，他们就算联手也不可能是楚风的对手。眼前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一个怪物，一个真正的怪物，除非是真仙，否则怕是没人能够与他抗衡。你会后悔的。放下这句狠话之后，血灵妖族的人便转身离去。当血灵妖族的人离开之后，楚风便来到了黎明公子的身旁，对其说道。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偷了这血灵妖族的什么东西，但是看来我必须立刻将你送出去才行。楚风说完此话，便转过身去，准备带着黎明公子向着妖灭窟的出口行去。你为何要帮我？黎明公子强忍着反噬带给他的痛苦，对楚风问道，并且此刻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复杂的神色，若非要形容，暗示一种看不透的目光。他有些看不透楚风了，因为他不能理解眼下楚风的所作所为。我说了，我与你本就没有深仇大恨，根本没必要刀兵相见，更没必要斗个你死我活。当日在云鹤山碰到你，我也是无心之举，若是早就知道你是女儿身，我根本不会那样做。如果说你觉得我欠你一句抱歉的话，那我现在可以不及你。话到此处，楚风收起手中的祖兵，随后便转过身来，竟对黎明公子抱拳施礼道：之前是我不对，虽然是无心之举，可总归是错了，只要不取我性命，否则怎么惩罚我由你来定。你说我定然照做。见此情形，黎明公子愣住了，因为他从楚风的目光中看到了诚恳，楚风居然真的是在认真的道歉。那好，当日你哪只手碰到的我，你今日就将他砍掉，我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愣了片刻后，黎明公子说道：没问题。楚风说话之间，便将手掌之上汇集武力，凭借武力硬生生的将手掌化作了一把利刃，随后便准备向另一只手砍去。他是真的要自断手掌。停手！见楚风竟然真的动手，黎明公子赶忙开口劝阻。然而楚风明明听到了黎明公子的劝阻，却并未停手，只听突的一声，楚风便亲手将自己的一只手给砍了下来。怎么样，解气了吗？若是没有，我可以再斩一次。楚风笑着对黎明公子说道。此刻黎明公子则是沉默了。虽然对于楚风这种级别的人来说，断手之痛根本不算什么，并且身为蛇纹级仙袍界灵师，莫说断手，就算肉身毁掉也可以轻易的恢复。可是楚风实力在他之上，却还要做这种事。他从这件事情上再一次确定了楚风对他的道歉是认真的，而并非是装模作样。此刻任凭黎明公子是铁石心肠，也是动容了，看来是没有解气。没关系，那我再来一次，谁让我当初手欠呢？楚风大大咧咧的又是一笑，说话之间已经将那断掉的手臂接了回来，并且举起另一只化作利刃的手掌，便准备再一次挥刀而下，准备再断手臂。够了！见状，黎明公子则是赶忙开口。这一次楚风则是停了下来，笑嘻嘻的说道：看来是解气了。黎明公子瞥了楚风一眼，目光之中有着一种无可奈何之色，他显然不想继续在这个话题纠缠下去，于是说道：我们出不去的。这妖灭窟的确是由血灵妖族所掌控，他们可以催动守护大阵，封锁住这妖灭窟的出口。他们既然已经封锁了此处的出口，那就是真的封锁了。难道我们就要一直被困在此处？楚风问道。那倒不会，据我所知，那大阵的出口虽然可以被封锁，但却不能一直封锁，时间是有限制的。所以与其前往这妖灭窟的出口处，
还不如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等待那封锁的大阵解除后，我们再离开。黎明公子说道。他们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一定会派人去堵住这妖灭窟的出口。就算那封锁出口的阵法不能长时间的保持，可那个时候他们的人马也一定会在出口处等候咱们。楚风说道。这个你不用担心，待我伤势好转，我有可以离开的办法。只是现在必须躲起来才行。黎明公子说道。如果这里真的是他们的地盘，那我们该往哪里躲？楚风问道。正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地盘，所以有些地方是他们也不敢去的。黎明公子说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越危险的地方便是越安全的，对吗？楚风问道。正是。黎明公子说道。那就这么定了。说完此话，楚风便调转身形，不再向出口行去，反而是带着黎明公子向妖灭窟的深处行去。楚风这一次并没有选择那条安全的道路，反而是走入了危险的阵法之中。其实当初英明朝不仅告诉了楚风这妖灭窟内一条可以直达深处的道路，也告诉了楚风一些特别厉害的杀阵的布置点，所以就算不按照那条安全的路线走，只要楚风警惕一点，尽量避开一些杀阵，也是能够在这妖灭窟内周旋的。而眼下楚风要前往的便是这妖灭窟内最为凶险的一片区域，那里是杀阵群。这个杀阵群是由妖灭窟内最恐怖的杀阵所汇集而成。黎明公子说了，越危险的地方便是越安全的。那么对于血灵妖族的人来说，他们一定是不敢靠近那个杀阵群。也正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杀阵群的厉害，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楚风他们前往那里。毕竟在他们看来，以楚风和黎明公子的实力，若是不小心靠近那个杀阵群，那一定是必死无疑。所以这个杀阵群便是目前这妖灭窟内最安全的地方。当然这里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一个不小心就可以让楚风与黎明公子葬身于此。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了，这里的杀阵太强，若是再深入，怕是想逃都逃不掉。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楚风停了下来。楚风没有说谎，虽然向前方展望而去，并无异样，可是按照英明朝给予他的信息，前方可是这妖灭窟内强大杀阵最密集的地方。那些杀阵，楚风连发现都发现不了，由此可以看出那些杀阵的厉害，所以若是进入其中，绝对是必死无疑的。你怎么对此处这么了解？黎明公子有些好奇地问道。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怎么得罪这血灵妖族的？楚风笑眯眯地问道。然而对于楚风的问话，黎明公子就像是没有听见一般，他将一颗丹药吞服口中之后，便勉强地盘坐起来，随后道道结界之力自其体内溢出，如同旋风一般缠绕奔腾，将他封锁了起来。黎明公子是在疗伤，虽然你这么帮他，不过这个丫头好像还是不领情啊，有个性。女王大人笑嘻嘻地说道。别看黎明公子这般孤傲，可是女王大人竟然也不反感这个丫头，随便她吧，反正我帮她也不是想图她什么回报。楚风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风轻云淡般的从容，随后便盘坐而下，也继续开始疗伤。远古战剑给予楚风的反噬非同小可，别看并未真正的影响楚风的战力，可楚风将这股反噬缓解压制，却也是耗费了足足半日的时间。当楚风睁开眼后，看向黎明公子之时，刚好看到那围绕黎明公子的结界消散，黎明公子紧闭的眼眸也是缓缓睁开，并且此刻的黎明公子面色红润，就连那肌肤也变得饱满富有光泽，气息也是变得浑厚有力。看来这个丫头已经与楚风一样，将那仙兵带给她的反噬给压制了下去。这丫头厉害啊！见黎明公子此刻像是没事的人一样，就连女王大人也是忍不住夸赞起来。要知道黎明公子先前所受到的反噬，可比楚风的严重太多了。楚风虽然气息受了影响，但是战力却依然健在，至少对付真仙以下者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先前黎明公子可是连在虚空之上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二者反噬的严重性简直天差地别。可是如此巨大的反杀，这黎明公子却只用了与楚风相同的疗伤时间，便将体内的反噬之苦给压制了下去，这自然很是惊人。应该是他服用的丹药比较特殊吧，这丫头定然来历不凡。楚风说道。其实按照结界之术来说，楚风就算没有强过这里黎明公子，但是也绝对不会弱于黎明公子，所以疗伤的速度上绝对不是结界之术这一环出现了差别。而若是结界之术没有区别的话，那便唯有黎明公子服下的丹药了，一颗能够将疗伤时间缩减到这种程度的丹药，这已经可以说明那丹药的厉害。至少这样厉害的丹药楚风没有，甚至楚风觉得这样厉害的丹药整个百炼凡界都没人拥有。你救了我一次，我不想欠你人情。黎明公子对楚风说道。那你想怎么报答我？莫非是以身相许吗？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听得此话，黎明公子的脸色则是顿时阴沉了下来，冷冷的道。别以为云鹤山的事情了结了，我就不会杀了你。再开这种玩笑，我依然对你不客气。既然你都知道是玩笑，还要这么当真吗？楚风笑嘻嘻地说道。玩笑你可以与他人开，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开玩笑。黎明公子很是认真地说道。其实我这个人也不太喜欢开玩笑，可是我偏偏喜欢跟与你这种人开玩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也许是本性吧。不过我会尽量克制的，若是什么时候没克制住，还望你能包涵一下。楚风一脸无辜地说道，就好像他开玩笑不是他自愿的一般。我不想与你浪费口舌。黎明公子瞥了楚风一眼，随后说道。你不是想知道我到底投了血灵妖族的什么东西吗？这个便是。黎明公子说话之间，掌心摊开，在那掌心之中多出了2颗珍珠大小的珠子。这是看到这2颗珠子，楚风的目光顿时一变，原本笑嘻嘻的他变得无比凝重。这2颗珠子不过寻常的珍珠大小，很是圆润。这2颗珠子似是玻璃打造一般，而在这珠子的内部则是乌黑之色，可只要稍微认真的观看，便能发现那里面的乌黑之色可不是这珠子本来的颜色。那乌黑的东西就像是乌云一般，在那珠子内风起云涌，滚滚翻腾着，甚至若是仔细观看，会令人心生畏惧。
因为那黑色的乌云很是阴沉，仿佛在那其中藏着无尽的杀机。当发现这珠子的不寻常之后，楚风便动用了天眼，使用天眼的力量之后，这颗珠子便越发的清晰起来。楚风能够看到，这颗珠子仿佛蕴含着一个世界，这世界内乌云密布，但在这世界的最中心，却有着一道巨大的门。这道门非常的气派威严，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之感。眼下这道大门紧闭着，就仿佛除非他自己打开，或者有着可以开启它的钥匙，否则就算你有着在逆天的本事，也休想将这大门打开一般。这是什么？楚风忍不住追问起来。他已经意识到这珠子非同小可。你可听说过天庭圣殿？黎明公子问道。天庭圣殿？楚风目光一变，这天庭圣殿楚风的确没有听过，看来你是没听过了。还不待楚风表明，黎明公子就从楚风的反应中看出楚风并没听过天庭圣殿，的确没听说过。楚风笑着点了点头。浩瀚星空，无边无际，这便是世人眼中的天外。整个天外波澜壮阔，自从远古以来，修武者便主宰了这浩瀚的天外，而修武先辈们所留下的宝藏也是数不胜数，甚至可以说是无穷无尽。所以那些藏有至宝的遗迹便成为了各方势力甚至隐士高手也要争夺的地方。但若是要提到遗迹，有一个地方被公认为是蕴藏着整个天外内最大宝藏的超级宝库，而这个地方便是天庭圣殿。黎明公子说道。天庭圣殿？楚风目露惊讶之色，没有想到世间还有如此地方，随后问道：那是什么地方？对于天庭圣殿的来历，众说纷纭，至始至终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更没有哪一种传说被世人所认可。不过大部分都觉得它应该源自远古时期。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天庭圣殿是目前为止在这浩瀚天外之中人们所发现的最为神奇的一座遗迹，它所蕴含的宝藏以及力量都超乎想象。黎明公子说道。神奇？有多神奇？楚风好奇地问道。这天庭圣殿不仅藏匿着这整个天外之中最为珍贵的宝物，它更是有着无数个入口。黎明公子说道。无数个入口？楚风很是惊讶。没错，就是无数个入口，而这便是入口之一。黎明公子指着手中的2颗神奇的珠子说道。只凭借这2颗珠子，我们就能进入天庭圣殿。可是按照所你说，天庭圣殿既然是这整个天外最大的宝藏，那也应该是最危险的宝藏才对。以我们的实力，若是进入其中，真的能行吗？楚风有些担忧，毕竟伴随着机遇的往往都是凶险，而越大的机遇便代表着将遇到最大的凶险。浩瀚天外，强者无数，楚风深知，若与那些强者相比，哪怕如今的他，也与蝼蚁没有太大差别。而一座连那些最顶尖的强者都梦寐以求的遗迹和宝藏，他这样的实力进入其中，那不就是找死吗？天庭圣殿最神奇的地方之一，就是它不存在危险，只要你能够进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而天庭圣殿更为神奇的地方，是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在哪，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入口，就可以进入其中。黎明公子说道。竟然如此神奇！楚风内心越发惊讶起来，因为他已经渐渐明白了黎明公子的意思。这天庭圣殿没人知道它在哪，但又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如果说这珠子能够打开天庭圣殿的大门，那么如同这样的珠子应该有很多，甚至遍布整个天外的各个角落。但是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能够有这个珠子就能够进入天庭圣殿的话，那么那个天庭圣殿可就未免太了不起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打造出这样神奇的圣殿？又究竟是何等强大的力量才能够驾驭得起如此神奇的圣殿？又到底是何方神圣，将那么多的至宝汇集于这圣殿之内，造就了这浩瀚天外第一宝库？本女王好想看看那天庭圣殿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啊！此刻听过黎明公子的一番话后，就连女王大人的眼眸之中也是露出了满满的期待之色。不过只是这2颗珠子还无法进入天庭圣殿，所以就算我把这2颗珠子偷来，其实血灵妖族留着它也没用，最多是用来珍藏而已。黎明公子补充道。搞什么鬼？闹了半天根本就进不去呀！真是的，这个丫头真讨厌，进不去她拿出来显摆什么呀？这不是逗本女王玩吗？听得到这里，女王大人不仅端起了肩膀，更是不满意的撅起了小嘴。我的宝贝蛋蛋，不要急，我觉得黎明这丫头不是这种爱开玩笑的人，待我问问细细问问，她应该是有进去的方法的。楚风安抚蛋蛋的同时，已是对黎明开口问道。那要怎样才能进去？简单的说，这珠子分为2种，一种是锁珠，一种是解珠。只要锁珠遇到相对等的解珠，就能打开一道进入天庭圣殿的大门。我从血灵妖族手中偷到的这2颗乃是锁珠，而我自己本身便有一些解珠。话到此处，黎明公子将另一只手伸了出来，当他手掌打开之后，他的掌心之上居然出现了足足13颗珠子。这珠子的大小与他另一只手上的珠子基本相同，但是这13颗珠子散发的却是淡淡的白光。没错，就是白光。仔细观看，在这13颗珠子里面，也分别蕴含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之内白云滚滚，而世界的最中心则有着一把钥匙，那钥匙为金色，巨大无比，屹立在这世界中心，仿佛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我去，这个丫头居然有这么多解珠！此刻就连女王大人也是目露惊讶之色。如果说那天庭圣殿真如黎明公子所说那般的利奥的，那么这些珠子显然也皆是价值不菲。黎明公子在给楚风展示之后，将手上的解珠收起了11颗，只剩下了2颗，随后递给了楚风1颗解珠。只要让解珠与锁珠碰到一起，就可以打开天庭圣殿的大门了。记住，进入天庭圣殿，你会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只要你选定了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无法更换，并且只要你得到你选中的东西，就会被送出天庭圣殿。若想返回天庭圣殿，除非你再重新打开一道大门，否则是无法再进去的。黎明公子很是凝重地对楚风说道，生怕楚风弄错了什么。只要打开大门，就一定能够进入天庭圣殿，并且得到一样宝物。楚风欣喜若狂，如此神奇的事情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只要想一想，
他都会感觉血脉喷张，热血沸腾，发自内心的激动与期待。也并非如此，还有一种可能会让你无功而返。黎明公子说道。什么可能？楚风问道。因为好不容易进入这天庭圣殿，他可不想无功而返。当打开大门之后，开启者会直接进入天庭圣殿，但与其说是身体进入了天庭圣殿，更不如说是灵魂进入了天庭圣殿。而因为这锁住与解珠不只是你我有，甚至很有可能，当你开启大门的同时，也有人也在其他地方开启了大门，并且选中了与你所选中的同一样宝物。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人争夺一个宝物，而这个宝物只有一个，又没办法平分给两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天庭圣殿的守护灵便会出现，他会出一道考题，让你们二人进行解答，胜的一方得到宝物，败的一方就将无功而返。黎明公子说道。居然还有这种事！楚风越来越期待了。只要想一想，两个隔着浩瀚星空本不该相遇的人，却能够在这天庭圣殿内相遇，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超乎想象。不过楚风期待的可不是与人相争，楚风只是期待那神奇的天庭生带你。当然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非常的小，至少我从来没遇见过，我所知晓的人中也从来没有人遇到过，所以你倒是可以放心，我相信你也不会遇到这种事情。黎明公子说道。这么说来，你不只是第一次进入天庭圣殿了，我真是越来越好奇，你这丫头到底是何来头了？此刻楚风对黎明公子越发的刮目相看，无论是从这个丫头所掌握的宝物，还是她的眼界，都可以看得出来，她绝非等闲之辈。眼下楚风越发的确定，她一定不是百炼凡界的人，否则不可能知道这么多，更不可能拥有这么多。我的事情你不必管，去选你想要的东西吧。黎明公子说话之间，将他手中的锁珠丢向了楚风的掌心，锁珠落下，刚好与楚风掌心的解珠相互碰撞，下一刻楚风的眼前便光芒大盛，周围的场景在这一瞬间便彻底变换。此刻楚风已经不在这妖灭窟内，他竟然身处浩瀚星空之中，他的脚是悬空而立的，一眼望去尽是无穷无尽光芒闪烁的星辰，哪怕向下观望也是无尽的星辰，这感觉如此的真实有力美。不仅美，那种波澜壮阔之感更是从四面八方冲击而来，冲击着楚风的心灵与灵魂，让楚风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波澜壮阔，什么是真正的浩瀚无穷，这便是真正的天外。此刻任凭是楚风也是激动的汗毛竖起，因为他不能确定眼前的到底是幻象还是真实的。如果说是真实的，那真的不可能，毕竟他还在妖灭窟内，并且一动都没有动。可是如果说这是幻想，他又是如此的真实，真实的让楚风找不出一丝破绽。楚风，快看前面！忽然女王大人兴奋地惊呼一声。此刻楚风能够看到，在这璀璨的浩瀚星空之中，在他所凝视的前方出现了一个耀眼的金芒，那金芒太耀眼太绚丽，甚至让楚风觉得这比一轮明日还要刺眼。但是很快的那种刺眼便渐渐消退，楚风能够看到那是一座大门，那道大门正是锁珠之内的那道大门。眼下这道大门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楚风飘来，越是靠近，楚风越是能够感受到这大门的恢宏大气，气势磅礴，大，非常的大。这道大门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大得多，甚至楚风觉得这道大门很可能比一座九州大陆的土地还要大。伴随着一声刺耳的轰鸣，那道金灿灿的大门开启了，而就在彻底开启之后，那座大门已是来到楚风近前，将楚风吞入其中。准确的说，楚风感觉自己不像是被一道门所吞噬，更像是被一个世界所吞噬。下一刻楚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身处在一片金碧辉煌、恢宏大气的大殿之中。楚风进入过无数大殿，就连遗迹也进入过不少，可是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建筑。脚上的地面似是金子做的，不像是拼凑而为，更像是一气呵成，本就是一体。因为哪怕是楚风也看不出一丝拼凑的痕迹，周围的一切也似乎都是金子所造。可是这又不像是金子，更像是一种比金子珍贵数倍的材质。因为在楚风看来，这东西坚不可摧，金子的话可远远做不到这一点。简单的说，这里本身就是由稀世珍宝、世间极为罕见的材料打造而成，并且这里很大，非常的大。这里的一根柱子都足有1000米粗，上面刻着一条巨龙，那巨龙缠转声异常的霸气，四下观望更是无边无际，就仿佛这座大殿根本就没有尽头一般。哪怕抬头观望，也能够看滚滚流动的茫茫白云，竟然看不到大殿的顶端。这大殿比天空还要高，这便是天庭圣殿，也未免太夸张了一点吧。此刻就连女王大人也是瞪眼了双眼，一双小嘴惊讶的微微张起，真正的鬼斧神工，的确是超乎想象。楚风也是感叹连连，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打造出如此壮观的大殿。真仙门开启者，公选之物有3个，可选其一。就在此时，一道沧桑的声音忽然传来，这明明是一个声音，却是自四面八方传来，同时汇入楚风的耳中。而几乎在那声音响起的同时，在楚风的前方忽然出现开启了3道门。这3道门相比于先前天庭圣殿入口的大门小了许多，不过100米高，但依然威风凛凛。除了天庭圣殿的入口的大门外，比楚风之前所见过的所有门都要气派。若非要说这是一种压迫感，源自于古老而又强大的压迫感，会让人发自内心就对其充斥着敬畏之心，不敢有丝毫的亵渎。而在这3道门的上面，分别有着一个牌匾，3个牌匾上的字迹皆是不仅优美，更是充满了力量，甚至只看着那字就会让楚风有着一种就要臣服于他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出，写上这字的人将是何等强大之辈，哪怕是他留下的字也足以让人臣服。这3个牌匾上的字明显是同一个人所写，可是这牌匾上的字却又各不相同，分别是修武、戒灵、兵器。楚风选修武，搞不好你的修为会突飞猛进，
直接成为一位真仙。不，等一下，选择兵器也行，万一得到一把仙兵，那也是非常好的呀。不，还是修武吧，现在对你来说，似乎修为更重要一些，否则就算你得到仙兵，也根本无法驾驭啊。女王大人此刻兴奋的不得了，她非常多期待着那大门后面的宝物。在她看来，这天庭圣殿如此厉害，那么这其中的宝物也绝对非常厉害。楚风此次将有极大的收获。而在女王大人说话之际，楚风却已然向前走去。楚风没有走向修武的大门，也没有走向兵器的大门，楚风走向的乃是挂着戒灵牌匾的大门。楚风，你往哪走的？不要乱走啊！见状，女王大人则是慌了。若是我理解的没有错的话，这个写着戒灵的大门中所藏着的至宝，应该是对我家女王大人有好处的吧？楚风，不要乱来啊！这里是天庭圣殿，怎么会有对戒灵有好处的至宝呢？你不许给本女王乱来！女王大人极力劝阻。可是我想试一试，一直以来，我的女王大人为我做了那么多，帮助了我那么多，我也想帮帮我的女王大人。楚风说道：“你这家伙怎么这么不听话了？快给本女王停下来！这里可是天庭圣殿，是整个天外最神奇的遗迹，也是整个天外最珍贵的宝藏之地，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难道你要这样浪费掉吗？”女王大人紧张的不得了，极力的劝说着，生怕楚风不听她的话，选择了与她有关的宝物。此刻，楚风已经来到了那座戒灵大门之前，可是他却也忽然停了下来。是啊，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我的女王大人，我想为了你，任性这么一次。说完此话，楚风便猛然出手，一把推向了那道挂着戒灵牌匾的大门。几乎当楚风触碰到那座大门的时候，其余2座大门便瞬间消失。而与此同时，楚风眼前的大门也是随之开启。刹那间，一股磅礴的吸力便将楚风吸入其中。当楚风稳住身形之际，他惊愕地发现，他又身处了另外一座大殿之中。这座大殿相比于先前的那座，倒是小了不少，但依然非常的大，大到令其感觉空旷。因为这座大殿内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根电柱都没有。不过，在这座大殿的中心，却有着一座石台，那石台似是由宝石打造的一般，光芒闪闪，非常的漂亮。这深蓝色的宝石石台为圆形，高不过1米，直径也不过10米。不过，一个闪烁着蓝光的石台摆放在这金碧辉煌，仿佛每一寸都是由金子打造的大殿内，倒是显得格外的美，就像是盛开在牡丹花海中的一朵蓝色玫瑰，绚丽夺目。最重要的是，在那蓝色的石台上方悬浮着一颗拳头大小的宝石。那颗石头，看到这颗宝石，女王大人的目光顿时一变。而相比于女王大人，此刻楚风的目光则是更加的兴奋与激动。那颗宝石可不是寻常的宝石，这颗宝石散发着极为浓郁的力量，那个力量是本源，这是一颗本源宝石。看来我是选对了。楚风欣喜若狂，他之所以选择这戒灵大门，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找到一些能够提升女王大人修为的东西。女王大人是什么性格，楚风非常清楚，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她对力量更是有着狂热的追求。可是因为特殊原因，她现在修为增进的速度很慢，甚至已经远远不如楚风。虽然女王大人并没有因此而不开心，但楚风却很愧疚。一路走来，若是没有女王大人，没有淡淡的帮助，楚风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甚至楚风都不可能活到今天。所以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报女王大人，帮助女王大人。而现在，他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深深的知道，这颗本源宝石能够帮助女王大人提升修为。然而，就在楚风准备向那本源宝石走近之时，在那石台的另一侧，忽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那光芒一闪即逝。当那光芒消散之际，一道人影却出现在了那里。不会这么倒霉吧？这一刻，楚风心中一紧。他可是听黎明那丫头说过的，这天庭圣殿的大门只要开启，基本上就不会空手而归。但有一种可能除外，就是在楚风进入此处的时候，有一个人与楚风一同进入，并且2个人还同时选中了一件宝物。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非常的低。可是很显然，就在当下，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被楚风给摊上了。我擦，不是吧？这么倒霉，这种事情居然被我给遇上了。此刻，那位一脸不爽的开口了。显然他也注意到了楚风，而眼下楚风也开始打量起眼前这位，毕竟这位可是楚风的对手。这位是一名青年男子，看他的年纪与楚风相差不多，长相非常英俊，并且不是小白脸那种英俊，而是充满了阳刚的英俊。若抛开其他的不谈，单论长相，这位男子就足以吸引无数女子投怀送抱。至于这位男子穿着也是非常的华丽，可以看得出来，不仅他的衣衫，就连他身上的每一件物品都是非常的珍贵。不过若说最为珍贵的，当属这位男子腰间的一块令牌。这块不仅非常的精致，并且非常的具有品质。这令牌的材料应当就是一种至宝，一种极为罕见并且极为坚固的至宝。在楚风看来，这种东西应该是用来打造兵器的才对，用这种东西来打造令牌，在楚风看来实在是太奢侈了一些。而正因如此，更是能够确定这位男子来历不凡。所以楚风记住了那令牌上的2个字：仙海。在楚风打量那名男子的同时，那名男子也在打量着楚风。起初他也是乃是一脸的不爽，不过越是打量，他脸上的表情越是轻松。到了最后，在他的嘴角竟然掀起了一抹戏谑的笑意。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遇到了一个废物。那名男子开口说道：你在说谁？楚风冷声问道：这里只有你和我，你说我在说谁？那名男子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刚想还口，然而就在此刻，那男子目光一变，一股磅礴的威压便自其体内横扫而来。这气息，这一刻楚风神色大变。别看对方的年纪与楚风相仿，可是他的气息竟然是真仙，并且这种气息非常的强大。对方不仅是一位真相强者，并且还并非是一品真仙那么简单。他的强大
已经超乎了楚风的感知范围，一切发生的太快，他根本就没有给楚风机会。楚风连亮出邪神剑的机会都没有，那股强大的威压便将楚风所吞噬。在先前的一瞬间，楚风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可是当那股威压从自己的身上横扫而过之后，楚风发现他竟然毫发无损，真是该死，差点忘记在这里修为是没用的。此刻那名男子失望地摇了摇头，随后他的脸上又扬起了一抹趾高气昂的笑容，对楚风说道：“小子，算你走运，否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大的口气！楚风冷然一笑，而他看向男子的目光也是充满了敌意。这男子一言不合便直接出手，并且先前的手段可是要直接将楚风抹杀的。幸亏此处修为没用，否则楚风已被他杀掉。对于这种人，楚风怎会有好感？怎么，你不服？男子剑眉倒竖，我就是不服，你奈我何？楚风一脸的挑衅。虽然对方实力比他强，可是此处修为无用，所以楚风根本就不怕他。见楚风如此，男子顿时一脸不悦，随后问道：“小子，你可敢告诉我，你叫什么？没教养的东西！你父母没有告诉过你，问别人名字的时候要先报上自己的名字吗？”楚风讽刺地问道：“怎么，想知道我的名字？莫非你还想着找我算账不成？”男子问道：“有何不可？”楚风淡淡一笑：“哼，不是我看不起你，若是知道我的名字，我怕你会被吓得尿裤子。”男子讽刺地笑了起来：“不敢说可以不说。”楚风淡淡地说道：“不敢，本公子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两个字。小子，你给我听好了，本公子叫做仙海硕一。”男子说道：“仙海硕一，你姓仙海？”楚风一脸诧异，他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姓氏的，居然连我仙海一族都没听过。男子有些意外，显然楚风不知道他的名字，让他有些失望。随后他撇了撇嘴道：“果然是穷乡僻壤出来的。不，我没听过，只能说你们所谓的仙海一族名气不够大。”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好一个口舌伶俐的家伙，你到底是何人？可敢报上名来？”自称仙海硕一的男子动了怒意，显然他很在乎自己的名声，而楚风这番轻视的话已然激怒了他。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小爷战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楚名风。你小爷我叫做楚风。楚风说道：“大胆小贼，竟敢在本公子面前自称小爷，找死！”仙海硕一已被楚风激怒，猛然一掌轰出，那强大的仙级武力便如同浪潮一般向楚风压迫而来，武力凶猛，眨眼而之，瞬息便将楚风吞噬，如同群狼围剿小兔一般，不断的对楚风发出进攻。然而这看似可以轻而易举便将楚风抹杀的力量，在楚风周围不断的肆虐之后，楚风却是毫发无损。怎么想杀小爷？看来你不行啊！楚风一脸笑意，笑容中尽是挑衅之意，大有一副你奈我何的架势。没错，楚风修为不如对方，敢与对方这般对峙，就是因为他的修为无用。当然，就算他的修为有用，楚风也未必就怕他。楚风从来不向这种不讲理的傲慢之辈低头。混账小贼，你可敢告诉本公子，你来自哪道天河？哪片星域？哪方上界？哪个种族吗？仙海硕一愤怒地问道。看来楚风是彻底将他激怒了，从他的话语之中便能够听出来，他不是简单的询问，而是真的蓄意报复。然而就在此时，一道光芒体突然出现，站在了那石台之上。这位是一个人形的光芒体，他手握权杖，似是一个老者，可是不知为何就是看不清他的轮廓。楚风不知道这位到底是一个真正的人，还是一道灵魂体，或者只是阵法所化，但楚风能够确定的是，这位的实力非同小可，蕴含着远在那仙海硕一之上的力量。你们二人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此处的宝物，而另一个将会离开，并且你们的修为在此处没有任何作用，谁去谁留，全看你们能否通过我的考题。这位神秘的光芒体说道。前辈，您尽情出题便是，晚辈定会竭尽全力。那仙海硕一极其恭敬地对着那光芒体施以大礼，完全没有了对楚风的高傲，更没有了先前的霸道，此刻尽显卑微。他的卑微还不是客气的卑微，而是一种放低姿态去拍对方马屁的卑微。不用拍我马屁，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神秘光芒体冷淡开口，显然他根本就不吃仙海硕一这一套。吃了闭门羹，那仙海硕一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随后他收起了自己的低姿态，在其脸上流露出了极为不爽之色。眼见着拍马屁无效，便立刻改变嘴脸，可以看得出来此人极为势利。我见你们二人都是界灵师，变出一道用精神力便可以完成的题目吧。神秘光芒体说道。而就在此时，那位神秘光芒体手掌的权杖向前一指，一道流光便飞掠而出，落在了楚风与那仙海硕一的正中央。那道光芒体很快化作了一道门，这道门只有3米高2米宽，但是此刻却是开启状态。眼下此门就在楚风与那仙海硕一的正中央，不偏不倚，你们用精神力便可以推动此门，谁将这门推到对方身上，便可以将对方传送此处，而能够留下的便可以得到此处的宝物。时间为半个时辰，若是半个时辰内没有平定胜负，那么小菜一碟，本公子立刻让你滚出此处。那位神秘光芒体话还没有说完，那仙海硕一便意念一动，强大的精神力便飞奔而出，直接将那道大门向楚风推了过来。真是没有礼貌。见状，楚风哪敢犹豫，赶忙意念一动，将自己的精神力向那道大门推送而去。而楚风的精神力非常之强，尽管那仙海硕一是先下手为强，可是楚风立刻就将那道门推回到了本来的位置。你这家伙修为不怎么样，精神力倒是挺强，有些小看你了。见楚风精神力如此强大，那仙海硕一也是脸色一变。随后楚风发现他本可以轻松推过去的门变得阻碍重重，很是显然这仙海硕一起初没有将楚风放在眼中，所以一开始他也并没有动用全力。可是
当他发现楚风的精神力很强后，他也是不再有所保留，使用了全力。而当他本来的精神力也是不弱，所以楚风此刻倒是优势不大。看来我也必须使用全力了。楚风不想拖延，因为他知道他的本体还在妖灭窟内，而妖灭窟的那些血灵妖族还在追杀他们。虽然他的肉身所藏着的地方已是极为安全的地方，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楚风还是想尽快完成这场对决，所以他准备施展全力，尽快分出胜负。然而当楚风刚刚准备施展全力之时，却忽然头痛难忍，扑通一声半跪在了地上。就在楚风跪在地上的一刻，楚风的精神力也是减弱许多，而那仙海硕一立刻抓住这一机会，将那道门快速的向楚风推来。可恶！见状，楚风赶忙强忍着头痛，尽量的使用精神力，将这道门向回推送过去。可是奈何难以承受的疼痛，让楚风无法专心控制精神力，根本就发挥不出自己的精神力量。所以眼下，楚风莫说将那道门推送回去，就连抵挡那门都很是艰难。那道门正在一点一点的向自己逼近。哼，差点就以为你是一位修炼结界之术的天才，搞了半天你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不过别怕，败在本公子手上，你败的也不冤，这是你的荣耀。此刻那仙海硕一的脸上尽是得意之色，这个混账东西竟然如此狂妄，若不是楚风你之前为了拿到那封神竹简，精神力严重受创，岂会与他缠斗，早就将他给击败了。眼见着楚风受辱，女王大人一脸的不甘心，这简直比他受辱还要难受。毕竟他很清楚，若是比拼精神力的话，其实楚风是远强于这个仙海硕一的。只是奈何当初在云鹤山上，楚风为了帮助金鹤真仙拿到那片封神竹简，导致精神力严重受创。眼下楚风根本无法发挥出自己真正的精神力量，否则在女王大人看来，只比精神力的话，楚风可以完虐这个仙海硕一。废物，你倒是振作起来啊！半个时辰的时间呢，现在才刚刚开始啊，怎么这么快就让本公子赢了吗？实在是太无趣了啊！我说废物，要不要本公子让让你啊？这样你叫本公子一声祖宗，本公子就考虑考虑，不这么快将你击败，给你一个翻身的机会，可好？此刻那仙海硕一笑得异常狰狞，那张原本英俊的面容，在他无耻笑容的映射下，变得很是恶心。而最恶心的是，他嘴上喊着要让楚风，可实际上却在拼尽全力，想要尽快的赢了楚风。可恶啊！楚风内心极为不甘，努力的想要去释放自己的精神力，可是越是想要释放精神力，头疼越是难以忍受，最终适得其反，反而所能释放的精神力越来越弱。而那道门距离楚风也是越来越近。但抱歉，看来我是要败了。此刻楚风的内心无比的愧疚，他愧疚的是，明明终于有机会帮助女王大人，可是眼下竟然因为他的能力不够，将要无功而返。他的内心很痛，甚至对他来说，此刻内心的痛比精神力的创伤还难以忍受。楚风，不许认输，你要坚持，不能败给这种混账，拿不拿到那本源宝石都无所谓，但是你绝对不能败给这种混账，不能让他看不起你。本女王是怎么叫你的？这么多年的经历，你都忘了吗？那么多痛苦，你都白挨了吗？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认输？这不像是我认识的楚风，我认识的楚风绝对不会像这种家伙认输，更不会在这种时候低头。混蛋，楚风，你给本女王振作起来啊！女王歇斯底里的大喊着，话语之中充满了不甘。这个声音，那仙海硕一听不到，甚至除了楚风之外，所有人都听不到。可是当这个声音映入楚风耳中之后，那种不甘的声音仿佛一把利刃刺痛了楚风的心。是啊，这么多年了，他从青龙宗上一个外门弟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经历了那么多，几乎从未认输，怎么可能在这件事上认输？最重要的是，蛋蛋为了他付出了那么多，甚至曾经鲜血牺牲掉自己的生命。楚风怎么能够认输？他怎么能够让蛋蛋失望？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哪怕是死也绝对不能啊！忽然之间，楚风发出了一声咆哮。在这一刻，楚风猛然站起身来，就像是一头苏醒的猛兽，站在了那里。这个家伙见楚风忽然站了起来，那仙海硕一也是心中一紧，他下意识的觉得情况不妙，于是咬牙切齿，恨不得使出喝奶的劲，拼尽全力的释放自己的精神力，想要尽快的赢得楚风。但是奈何他惊愕的发现，那道唯有精神力可以推动的门，那道已经距离楚风已经不过只有3米距离，只要再靠近一点点，就能够将楚风赶出去的门，居然不动了。此时此刻，那道门就像是一座他无法撼动的大山，任凭他使用多大的力量，都无法将那道门再向楚风推动一寸。而此刻的楚风仿佛忘却了头痛，他的眼中只有一个人，那便是那个仙海硕一。楚风的脑海中只有一件事，一件必须完成的事，一件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的事，那就是要赢下这仙海硕一。仙海硕一，忽然楚风平静地开口了，他的话语之中，包括目光之中，都没有愤怒之色。仙海硕一神色一滞，不知道为何楚风忽然在这个时候突然说出这种话，并且还是用如此平静的语气，就像是先前他的讥讽，他的羞辱根本就没有激怒楚风一般。你给我清清楚楚，仔仔细细的记下，我的名字叫做楚风。楚风对仙海硕一说道。什么意思？仙海硕一更加迷茫了，不明白楚风这是何意。而就在此时，原本平静的楚风如同暴怒的猛兽，如同爆发的火山，猛然之间发出了一声怒吼。因为本小爷是将你击败的人。话音一落，楚风的身体便爆发出极为强大的精神力，而那道距离楚风不过3米的大门，也是被这股强大的精神力瞬息之间便推到了那仙海硕一的面前。不，这一刻，仙海硕一发出了一声极为不甘的咆哮，他的声音还回荡在这大殿之内，只是他的身影
早就被那道门所吞噬，被驱赶出了这座大殿，被驱赶出了这座天庭圣殿。而当楚风将那仙海兽一驱赶而出之后，他却也如同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了地上。此刻楚风的气息极为虚弱，脸色也很是难看，就像是生了重病一般，豆大的汗珠布满全身，正在不断的脱落而下。可是楚风却是一脸的喜悦，对淡淡说道：“我的女王大人，怎么样？没给你丢人吧？你这家伙，少在这里自卖自夸。要知道，你今日原本可以轻松取胜的，之所以如此勉强，都怪你当初的逞强。”女王大人很是严厉的说道：“知道了，我的女王大人，小的以后会注意的。”楚风笑嘻嘻的说道：“哼，算你识趣。”女王大人故作严厉的说道，可是在她那绝美的脸上，却分明挂着喜悦之色，而在她那灵动的眼眸之中，分明涌动着心疼之色。她所心疼的，自然便是楚风，胜者取物。就在此时，那位神秘光芒体平淡的开口，下一刻他便消失不见，而与他一同消失的，还有那座让楚风赢了仙海兽医的大门。终于成功了！楚风石台前看着那近在咫尺、触手可得的本源石头，心中仍有一些忐忑。楚风不是非常确定，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得到这块本源石头，因为他总觉得自己他所在的地方距离百炼凡界非常的遥远。如此远的距离，他是怎么过来的？莫非就如黎明公子所说，真的只是灵魂？若只是灵魂，能够成功的将这个食物带回到自己的肉身吗？虽然心中有所忐忑，但是楚风还是伸出了手，抓向了那颗本源石头。当楚风的手掌抓住那颗本源石头的一瞬间，楚风便感觉周围的景物开始急速变化。在那一刻，楚风感觉到自己的肉身仿佛穿越了无数个世界一般，可就只在一瞬间，那种感觉便消失了。此刻，楚风发现他已经回到了妖灭窟，他还站在之前所站着的地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变过。可是他的手中却多出了一个物品，那正是在天庭圣殿内所得到的本源石头。不仅本源石头在手中，并且本源石头所散发的本源依然那么浓郁，与在天庭圣殿的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居然真的成功了！女王大人，你看到没有？真的成功了！太神奇了！世间居然存在着如此神奇的地方。此刻，楚风激动不已。他在此之前虽然进过诸多遗迹和宝藏，但还从来没遇到过如天庭圣殿这般神奇的地方。用了这么长时间，你怎么选了这样一个宝物回来？就在此时，一个声音响起，是黎明公子。此刻，黎明公子正看着楚风，他看向楚风的眼中充满了无法理解的目光。怎么了？楚风脸上的笑意不减，此刻的他当真是高兴极了。这东西对你有帮助吗？这是给戒灵用的。黎明公子说道。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楚风笑得更浓了，对黎明公子说道：谢谢你丫头，若不是你，我也不能进入天庭圣殿，更不可能得到这个东西。不用道谢，我只是不想欠你人情而已。黎明公子冷冷地说道。面对黎明公子这泼冷水般的话，楚风依旧是笑容不减。他多少已经知道，黎明公子其实也是一个外冷内热之人。楚风不再与黎明公子客套，而是意念一动，便将戒灵大门打开。很快的，一道绝美的身影便自那戒灵大门之中走出。这位倾国倾城，足以凭借容貌迷倒世间任何一位男子的小美女，自然便是女王大人。淡淡把这个炼化，你应该可以突破修为。楚风将那蕴含着浓浓本源的宝石递给了女王大人。然而女王大人却是一拳轰来，狠狠地砸在了楚风的胸口。混账，太不听话了！我不是告诉你不许取这个吗？女王大人竟然没有高兴，反而是一脸的怨念。而眼见着女王大人生气了，楚风脸上的笑意则是越来越浓，只不过这笑容之中却散发着歉疚之意。下次一定听你的，好吗？楚风说道。一言为定，下次遇到这种事情，本女王要你选什么，你就必须给本女王选什么，听到了吗？淡淡以命令的口吻说道。听到了，一定遵命。楚风笑嘻嘻的说道。认真点！女王大人呵斥道。是。楚风不仅一脸严肃，身体更是站得笔直。见此一幕，女王大人呢，终于一个没忍住笑出声来，而这一笑是如此的甜美，当真是一笑倾天下。看到这抹笑容，楚风便觉得一切都值了。